大家好，这里是穷奢极欲，一个离不开钱的频道。每个人对被动收入的定义都不尽相同。有些人觉得被动收入就是什么事都不用做，就有大把钞票流入口袋中。这说的没有错，但也不是完全正确。我们在拥有被动收入之前，都需要主动来创造。而被动收入就是当你主动创造的价值，这个价值被创造了一次，就可以服务100、1000甚至1万人，不需要你再次花上同等成本就能得到利润。这就是个最基础的被动收入了。想创造被动收入，大多数人第一个想到的都是投资，而在投资里，通常都只会想到投资房地产或投资股票。不过其实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有很多，但很多都很难。今天我们会分享4种靠投资创造的被动收入和2种非投资类，而且门槛低、回报高的被动收入，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第一，投资高息股票。首先要介绍的当然是投资股票。如果你手上没有一笔流动现金，这一生可能就无法拥有财务自由。就算你目前拥有2个住宅单位，但他们的每月供款已经把你绑死。万一有一天楼市向下，那你的投资效率就会变成负成长，除非你能一笔过买下1个单位来收租。至于把钱投资在哪些股票才是最好的选择呢？简单来说，我们建议会是高息股。高息股指业务稳定、派息比较吸引的股票。股票市场里有不少愿意派高息的股票，我们可以从中拣选一些业务发展比较稳定、年年赚钱的公司。这类业务稳定、派息比较高的公司，优点就是可以不受经济因素影响，年年都可以派息。如果每一年都有3-4厘以上的股息收入，已经可以帮我们抵消通胀，为我们的投资增值。如果股票能够升值的话，就是额外的收益。这类投资的缺点就是，公司之所以会用上大部分的钱做派息，主要因为没有太大的投资项目需要资金，所以股票升值一般比较慢。买股票的门槛比买房子低，在资金不多的情况下，先把一笔钱放进去，让它慢慢滚大，无疑是创造被动收入的最好方法。第二，投资指数基金。一般人不善于投资股票，会选择基金或是保险，而我们也会建议直接买入指数基金。指数基金就是基金的投资主要是跟着指数走，台湾的就是0050，而香港的就是追踪恒生指数，针对中国市场就是追踪 A 股指数，针对美国的就是追踪标普500或纳斯达克指数的 ETF。这类 ETF 的好处就是投资在基金身上，基金包含了数十只股票，可以分散投资。2005年，巴菲特提出以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和任何公认高管理费的5只对冲基金的总体回报进行比较，以10年为期限，赌注50万美元。条件开出后，华尔街一片寂静。2007年 ，Portage Partners 共同创办人 Ted Seides 就接受了股神这个公开赌局。巴菲特当时就买入 Vanguard 标普500指数基金 ，Seides 就买入了5只对冲基金应战。结果显示，在这场赌局刚要进入第10年时，巴菲特选定的标普500指数基金已上涨 85.4%， 而对手的5只对冲基金同期却只有 22% 的回报。如此悬殊的差距让对方宣布投降，并表示将以赌月执行捐款动作。这结果表明，只要买入追踪大势上落的指数基金，虽然短期内可能会比较落后，但只要以10年为单位的话，你就能轻松赢过80%以上的精英投资者。第三，买入债券。债券也称为固定收益，是投资世界内不可缺少的领域之一。这种投资被视为较股票稳定，而且可以提供定期收益。债券广受投资者欢迎，背后其实有很多原因。首先，债券会定期派息，而这些称为票息的款项，通常每年派发2次。对寻求稳定收益来源的投资者来说，债券票息非常吸引。你可能知道，股票也会透过股息提供收益，但派发股息是由公司酌情决定。公司完全有权将利润再投资于业务，而不分派于股东。重点是，公司不能采用与债券支付票息相同的策略，因为支付票息是债券发行人与持有人之间的法律协议，未能支付票息便会构成违约，意味发行人未来借钱的成本将会更高。就债券持有人而言，这个法律框架固然是一个优点，
也因如此，不少投资者偏向依赖债券而非股票作为收益来源。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其承诺会偿还资本，虽然债市可能会反复波动，但债券发行人在合约上已同意于债券到期时偿还本金。相比之下，股市投资者并无得到这种保证。此外，虽然储蓄户口也很安全，但债券收益通常高于现行的储蓄利率。第三个主要优点就是债券相对稳健，正如我们在金融危机期间所见，股市可以大幅波动并出现极端价格。另外，虽然令投资者不安的因素也会影响债券，比如利率和通胀，但其价格变动不如股票般极端。第四，创造能自动化的公司或投资中小企业。创业目标就是创造现金流，尤其是创造被动收入，并且让事业本身可以被买卖。如何创造并没有标准答案，每个人适合的做法不同。例如，你本身并非创业专长，可以找一个有系统的连锁事业加入，也可以找到有创业专长的伙伴投资它，或是贡献自己的专长，做自己擅长的事情，以及找专家解决问题，是提高成功率的基本法则。比较简单的例子就是夹娃娃机、加盟特许经营，或是投资身边的朋友的小餐厅等等。第五，创作者型被动收入。创作者型被动收入是指作为某些事物的创作者，透过该事物持续获得收入，主要有版税以及专利费。版税方面，常见的有书籍、音乐、相片等等，由创作者创作出作品，再和出版社和相关公司等签约并发行后，就能获得持续的版税收入。然而，收入的高低完全由市场决定。就像当红日本漫画家，每年版税收入可达7、8位数，但若是不畅销书籍的作家，可能每个结算期只有数十元的版税。而专利费则主要是某方面的发明，如某项电子仪器的零件设计，或是取代胶带的新物料等等。至于收入多寡，由其科学和市场价值而定。如果你喜欢写文章，或是有特殊专业，可以把所知所学的内容集结成一本书，出版赚版税。一次的写作之后，后续即使不用做什么，只要有人购买，抽成到的版税都是自己的被动收入。不过出书本身并不难，难的是找到买账的消费者。如果你还未想好要出一本怎样的书时，可以先建立一个部落格，慢慢从部落格里做起，一步步了解观众的喜好和需要。一般人可以在部落格建立30天内开始得到收入，关键是你的部落格必须是某种利基市场的专家，例如旅游、美妆、美食，同时也能利用联盟行销来赚取额外的收入。在积累一定的量后，也可以把部落格里比较受欢迎的文章整合在一起，你大约需要60到80页的内容，就可以出一本电子书了。第六，经营 YouTube 频道。一篇好的文章，一支好的影片，就是最轻量、最基础的个人资产。这样的资产，人人都可以创建，也几乎没有什么成本。重点是你要怎么样让这个资产开始为你赚钱。YouTube 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影音平台，每天约有51支影片被观看。不管你是想当网红 YouTuber， 或纯粹是要做网络行销赚钱，如果你的影片也能搭上这个高流量的顺风车，那么它就会为你的网络事业带来不少的收益。在 YouTube 频道上做影片所得到的广告分润，就是一种被动收入。这样的被动收入还能够依照比例上升，越多人观看，赚到的钱就越多。现在很多人都只用一部手机就开始了 YouTuber 的生涯。你可以分享国外的生活，也可以分享对时事新闻的评论，更可以教观众一些专业知识。只要你开始去做，好的影片总会被人们看到的。然而，这种收入方式一般都需要持续的发布内容和经营，并相当依赖人气和点击率，所以收入非常不稳定，而且难以预料。但对于经营者来说，网络可说是几乎没有门槛，不必经过编辑等专业人士的筛选把关。虽然可能会因此出现粗制滥造的内容，却同样经常爆发出被专业人士认为是没有市场，却最终爆红的内容，是一片充满可能性的蓝海。
如果大家还有其他创造被动收入的方法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哦。好了，这一集的穷奢就到这里，大家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把小铃铛按下去，就不会错过我们下一条影片。我们下一集再见，拜拜。